我那时候觉得很奇怪，人家说，这个人考上第一志愿的时候，哦，他的第一志愿吗？他最想做的吗？哦，不是，不是，是台湾社会的人最想做的，那是第一志愿。所以你考上第一志愿，一定要去做第一志愿啊！你的成绩够能到台大医科，一定要去当台大医科啊，一定要当医生啊！我就说，那这个根本就不管他想要做什么，是吗？美乐蒂家庭 Podcast。Hello， 大家，在今天的这一集，我有荣幸访问于凯乔，他是我们家很好的朋友，他也是现在 Gamification Expert and Guru， 他出了这本新书叫 10,000 Hours of Play，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共鸣这本书的内容，是讲到生命的意义，就是找到你生命的游戏。Gamify your life. I thought this conversation was really fun and hope you'll enjoy this episode. You know, 我真的读了你的书，你看。Nice， 然后你还是做笔记的那种人。因为我要采访你，我真的很认真。那我就首先想要问你的 the concept of play。因为你这本书叫 10,000 Hours of Play， 所以 play 就变得很重要嘛。其实我觉得这个 play 的 concept 也是我最近才开始有想到 ，because I think the English and Mandarin language 就可以看出来文化对 play 的这个概念有多深。像我觉得在英文里面还比较常会提到 like you play, what do you play? You play music, you play sports， 什么都是 play 的那种感觉 you know， 所以就感觉好像音乐就很好玩，或者打球就很好玩。但是在中文比较就是打球或者拉小提 I don't know， 就是 you don't play the violin， 你是拉小提。对，你因为是说玩钢琴对不对？那 Yeah， 中文也有人说我在玩音乐，可是这种感觉比较是那种玩世不恭，这种说啊，我就是什么都不 care， 所以我是爱玩音乐的人，就是比较不 serious 才要玩这样子。Yeah, I do 对，所以我觉得好像语言就可以看出来文化对于玩这件事情的看法，就是好像玩就是不认真 or something， 我不知道，所以我有点好奇你对文化，像你觉得你出了这本书有英文版跟中文版，你觉得出了在台湾啊或者 in different languages， 大家怎么去反应？可不可以看出来不一样文化对于这个玩的概念？对啊，其实因为像我跟这个北欧客户，像是丹麦啊、芬兰，他们那边是很喜欢这个创意去玩的国家，所以呢，他们就很喜欢游戏化。可是跟德国客户做事呢，德国人的那个文化就是说，这个喜乐是不好，是邪恶的，人生就是要充满着痛苦忍耐才是好的人生。所以我跟德国人讲，他说哦，我好喜欢这个概念哦，可是没有别的德国人会喜欢的。然后很多德国人都这样讲，所以表示他们其实他们不应该要喜欢，可他们其实喜欢这样这个文化嘛。那台湾他会把这个玩，甚至这个游戏呢，去包装起来，就是让人家觉得不是玩。所以我认识很多人说，哦，我从来不玩游戏，我也不知道那些喜欢玩游戏到底在想什么。说那你打麻将吗？哦，我打啊，我常常打，每个礼拜都打，对不对？那就是个游戏啊，打麻将就是个游戏啊，而且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游戏，对不对？就是说它几百几千年大家都在玩，而且是超时间，而且超不同的人种，就是连将军也玩，家庭主妇也玩，3缺1的时候。就是小孩有功课要做也不重要，要去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文化啦，就是我看过很多家庭是这样啦。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很多人他会玩，然后或者说有些人会说哦，我从来我不是 gamer， 我不是玩家，然后就说哦，可是他后来发现，他每天玩1-2个小时的 Candy Crush， 那说那你不是就是玩游戏的人吗？他就是，可是我不是玩家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小孩玩游戏，对对，所以他是有一个。就是大家还是会去找个东西去玩，可是呢，他会把它，因为他的文化是跟他讲说玩是不好，所以他就说哦，那个不是真的在玩。对，那你怎么去说服这种人，或者去解释，让他们了解到玩 ？I mean， 对你来讲，玩就是生命的一种核心 ，you know， it's like the whole point。你怎么去帮助这种人去了解到这一点？他们就觉得通常玩啊，生命不用玩。通常就像我讲的一样，就是我跟他讲一讲，我就会发现他其实有爱玩的东西，他会喜欢收集什么东西，像是有些收集邮票，他也是一种收集的游戏，对不对？或者是他也喜欢追剧或什么，他就是喜欢一种娱乐。那我就说，那所以你是喜欢娱乐的，对不对？那你的人生如果该做的都是娱乐，那不是更好吗？那当然。如果他至少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他会说哦，好像有道理耶，对不对？那有些人是工作狂啊，那其实那就是他的游戏就是他的工作，所以他才说很不喜欢度假，对不对？就是说你明明可以玩你最爱玩的游戏，你为什么要去海边？对不对？这个青少年他也会不开心的时候，我可以打电动，我干嘛去海边？这是工作狂是一样的嘛，是这样。其实我觉得，如果就是帮助人家了解到玩的目的，其实就是让你能够
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能够做得长久，能够做得愉快，然后要重视愉快，或者其实我觉得神创造我们，也就是要圣灵的果子也是喜乐啊。就是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在文化里面好像不去重视这些东西，但是其实这些东西让我们能够在生命里面找到真实的意义，跟能够做事情是长久的，而不是 just burn out。这个真的很好笑，因为我有在台湾当两个礼拜的补充兵嘛，因为它有个规则是你有超过2个小孩，只要当2个礼拜补充兵。结果我当了第二天早上就被班长叫过去，然后我们全部都是补充兵，不是只有我们那一班就是100多个都是补充兵啦。那班长就说，你怎么看起来像度假这么快乐？他就看我很不爽，我就因为我一直在笑嘻嘻的，我被骂我也笑笑的，对，他就觉得我看起来太快乐，他觉得我不应该 enjoy 这样子。Well, I don't know， 当兵可能的确觉得，如果敌人看过来觉得你是笑嘻嘻，好像不认真。如果每个兵都很兴奋的要笑，想要去杀敌的话，说不定对方也会觉得蛮可怕的。所以这些人都不怕死的，都很兴奋的想要冲去。对 ，change strategy。我觉得你书里面最前面就有一句话 I thought was interesting. You said the opposite of play. What is the opposite of play? You said is depression. 我就觉得这还蛮严重的。我觉得我们很多人不会这样子去想。你为什么觉得 the opposite of play？ 这个不是我讲的，这我先翻译一下，就是这个玩乐的相反是这个忧郁。这个不是我讲的，是一个研究头脑的这个设计师说的话。对。那这个是很特别的话。可是他是真的有做个研究，就是说我就说每个人他需要在人生找个东西，他是觉得他是在玩的。他如果没有东西他在玩的话，他就是会忧郁，所以是基本上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 idea of play， 那这就是这整本书的。但 actually 你这个书 is 其实就讲到人生的意义啦，生命的意义。但我觉得你就像你说，你用一个很 clever 的 way 把这6个步骤都连贯在一起，变成一个很大的游戏。我用一个好玩的 way。对啊，很厉害。那因为我读了嘛，所以我就有几个 points， 我就觉得或许是我自己也很希望更了解的，或者有一些问题的，或者觉得真的就是很有趣。那其中一个就是 when you know your game， 然后呢，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 wear your game like a badge。That's what you wrote. Wear your game like a badge， 就是当你知道了你的游戏，你就要很勇敢去。This is me， 这就是 like 宣传这件事。其实我觉得我爸爸是这种人，他很厉害。但他有一个热情的时候，他生命人生所有的人都会知道。OK， 而且你看到他的脸，他在讲的时候，他就是在发光的在讲这个东西。所以这边就有这么多位在听爸爸的这个天国经济嘛，就是因为我爸爸是。He really wears his game like a badge. He's like, this is my badge, and it's a big shiny badge. 我觉得这是我爸爸 intrinsic 的一个 strength. I don't know. For me, it's sometimes a little difficult. 那我跟你讲我的原因。Maybe 我有这种假谦卑吧，There's a false humility. But I also do think could be a cultural thing. 像我就知道那个 Australia 有一个 concept 嘛 ，like the tall poppy seed syndrome， 就是然后中文可能翻过来就是什么枪打出头鸟，就是这个概念，就是如果你太突出。你通常就是会第一个被砍的，所以我觉得在文化里面或者我们在成长过程里面 somehow 就是会觉得不能够太突出，然后这个概念 wearing your game like a badge feels a little difficult。 我不知道你爸爸有一个特别的能力，这就是不管是天赋还是技能，就是说他不害怕人的审判，因为很多人他会说我讲的东西，他们会不会去 judge 我？觉得我这个东西很蠢啊，或不好，很奇怪啊，就开始 judge 我说我这样怎么样。其实我小时候也有一个这个问题，我小时候从南非回台湾，然后呢，老师教的我很兴奋，我就举手，老师说什么事，我说我有学过这个，我很开心。老师觉得我很烦，就说 OK， 那赶快坐下。等于在台湾的环境，你就是不应该去说，你看我很开心，这个东西我喜欢，很棒，就是大家就是不要说话，就跟着老师在教就对了。对不对？不要造成别人的问题，不要去让人家烦恼，对不对？所以，可是我觉得就是说，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就永远没有办法去做自己嘛。你就是说，我那时候觉得很奇怪，说，人家说，这个人考上第一志愿的时候，他的第一志愿吗？他最想做的吗？不是，是台湾社会的人最想做的，那是第一志愿。所以你考上第一就一定要去做第一志愿啊，一定要你的成绩够能到台大医科，一定要去当台大医科啊，一定要当医生啊。我就说，
那这个根本就不管他想要做什么，是吗？说对啊，你成绩不行，读台大就叫你就要去读当这个台大电机系啊，或台大法律系啊，对不对？就是说你想要做什么，你的志愿不重要，是人家社会的志愿才是重要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有很多这样，可是我觉得你要真的玩你的人生游戏，你就要不怕人家说，你这样有什么问题？就说这是我的游戏，我要认真玩。我当然也不要说去侵犯别人或不让别人不好，可是我就活我自己的好的人生。对，那常常会发现，就是有些人可能就真的会说闲话，特别是那个真的是个 NPC， 就是人生卡住的人，他会看到就会很不自然，就说，他怎么可以做他想要做的？他怎么可以去追求他的梦想？我在这边卡了40年，我怎么都不能去？他就会说很多闲话。可是有些人他看到就会被 inspire， 说哇，这么棒，原来可以走这条路，那我也要跟这条路，然后就会开始有粉丝，然后就会有人想说，那我也要过这样的生活。所以其实整体而言，其实我觉得是做自己还是最好的。做自己还是最好的。I think 有的时候的确是会怕人家的想法。I think 另外一个可能也是会不会怕自己的评价，就是万一我失败了呢怎么办？就是你自己也不敢去面对。就是 if I set a goal， 或者我告诉我自己这就是我希望的达到，那我没有达到怎么办？那我宁愿就不要有 goal 好了。所以我就是说，你要去想说，你不会因为可能会死掉在游戏里死掉一次就不玩那个游戏。你第一次玩几乎没有人是第一次玩就过关，如果他第一次玩就全部破关的话，这就是很无聊的游戏，他们不喜欢玩，对不对？一定是一开始然后死掉，然后说我学到什么东西再玩，到了更远的地方死掉，现在到第2关才死掉，对不对？可是你只要不要放弃那个目标，你就还没失败啊。当你失败的时候，是你放弃了那个目标，那你就跟世界讲说，对 ，sorry， 我跟大家讲，这是我的目标，这是我的 game， 可是我不做我这个 game 了。那时候你才是放弃，才是失败嘛。所以就看你。那通常真的放弃的原因就是你真的不相信他了，或者对他失去兴趣了。其实这是很好的一个看法，就是在游戏里面你也会死掉，你就是 keep going，just keep going。我是2003年之后游戏化的嘛，对不对？那我那时候大概有6-7年，几乎每个礼拜都工作90到100个小时，然后都没有什么事，大家都在笑我说你只是想要多玩游戏，对不对？所以才做这个理论。大概到了2012年的时候，我才因为游戏化赚了第一块钱吧，应该这样讲，对啊。所以也是9年的，就是一直也没有很成功啊。可是我就一直在 pursue， 因为这个我就是有热情嘛，就是我觉得我就算一辈子没达到目标，我一生一直在追求这个目标，我就有个很好的人生了。这样，那我只是运气很好，所以最后被人家说是所谓的成功人士，可是那就是运气好。Yeah， 我现在也想要问问看你 ，cause you know along this journey, gamification journey。And then you got married, and now you have kids. 然后你在书里面也有提到，很多你现在做爸爸的一些角度跟经历吧 ，including parenting stuff. 像你这边我就有 highlight you talk about concerted cultivation， 特别是我们亚洲人就是比较有名的，就是会非常积极的帮助孩子。有一些培养他们 especially immigrant families in America or something. Compared to 可能就是放牛吃草啊 但是 I guess 我想要问的就是这个的 balance. Yeah, how do you balance that? 因为我们亚洲人也有所谓的 stereotype, tiger mom, helicopter parent 这样子。对，那其实所谓的虎妈其实也是在做所谓的精心培养，因为我的书上面写说它的2种家，一种是放牛吃草，一种是父母非常的参与小孩的成长。对不对？那他们是讲说，那个家长非常参与小孩成长，确实是真的是最后的成果都比较好，所以放牛吃草通常是不好的。可是呢，那你讲的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是说，其实我最常收到的写下一本书的这个人家的需求，就是写一个这个游戏化教导小孩啦。对，因为我发现说，这个人不管人生多成功，不管是什么学霸、什么哈佛博士，或者是说他开了很成功的公司，赚了好几十亿。他们在教养孩子都觉得说I'm unprepared， 我不知道怎么去教好我的小孩，这样他叛逆或什么的，所以他们就来找我，就问嘛。那当然我是不是有那个真的 solution 我不知道，可是就是这个游戏化，当然很多人觉得说游戏化就是可以激励各种人做这种事，让小孩去喜欢游戏嘛。所以那我会觉得说教养小孩你应该是还是要非常积极，可是你要想跟小孩一起去玩他的游戏，去培养说一起在娱乐。很多人他会觉得说你就是做功课就对，就是做这个，然后你不做就惩罚你。那小孩就会像我讲，就是做到最低限度，不要让就是完成父母的梦想，就是我不要被父母骂我就好，我自己没有热情，我也不想学这个，我以后
大学了，你知道很多人他很认真读进了很好大学。然后进了大学，他就开始每天喝酒 party， 对不对？不见理论上你这么努力的到了一个你想要的学科，对不对？然后一个最好的学习环境，你应该说好，那我太棒了，我应该好好学习了，这样我才可以变成高等玩家，对不对？这是我的人生游戏。大部分大家就说，哦，我终于完成了我父母对我的人生游戏，就是进好大学。好，那我现在不知道我要干嘛了，但我就每天玩吧，对不对？所以说，其实。就像看电影啊，看电影有个概念就是 PG-13 嘛 ，Parental Guide， 就是说电影虽然有一些坏人啊什么什么什么，可是他要家长站在小孩旁边一起看说，那个是坏人，不要像他那样哦。不是说小孩看到坏人就一定会变坏人，可是家长要给他一些指引，说要怎么去想这件事。那我觉得他的人生啊，或者是他小孩玩的游戏，很多家长说不准玩游戏，那你说不准玩游戏，他就偷偷去玩，对不对？那他现在不能玩，很多我国中的时候有很多的女生，他们的爸妈，我的同学，他们爸妈。就是完全不准要交女朋友的、交男朋友的。我跟你讲，100%没有一个例外，每个都偷偷交男朋友。反而是那种说，你可以交男朋友啊，可是你就是要注意，因为男朋友非常的花时间，很多不好啊，然后这个会影响你的学业的。我的那几个朋友呢，才是说可能连大学毕业都还没有交第一个男朋友，你就问他说，对啊，我又没有找到好的人，我干嘛要交男朋友？因为他就知道说那是他自己要选择他可以玩的游戏，他怎么去玩，你不是逼他，因为你去逼一个人，他就不是在玩了，就不是娱乐了。所以我觉得。父母是要去用指引的，然后去让他觉得这个是他的人生游戏怎么玩，然后呢，怎么样去走。我自己的观念是走这6步嘛，或者学一些重要的东西。像我对我的小孩最重要就是让他理解说，每个东西都连贯起来。他现在学的东西，跟他上个礼拜学的东西，跟他人生想要做的，跟这个 YouTube 上看到，其实都是串联起来的。我会常常觉得说，不是交完作业就没事，考完试就没事了，而是说你人生学的东西、做的事，其实都连贯起来成一个 picture 这样。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就好像有个概念，就是 a good parent， 即使你希望非常的参与 ，the goal is 帮助你的孩子可以成为一个 RPG， 原来就是让他可以成为他。game 里面的 hero， 然后就是让他学这些的，而不是一个 NPC。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一些 tiger parent 的结果就是孩子变成一个 NPC， 你懂我的意思？就变成这个孩子很会听话，但就没有自己的想法，那可能就相反的一个结果。他就是个单功能角色这样子，不是一个玩家。对。如果父母亲过度的保护 or something， 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效果。但就像你说，如果父母亲的目的是要帮助孩子有自己的想法，然后能够找到他自己人生的一个游戏，那我就觉得这样子参与就很好。其实也是有原因，上一代都过得比较辛苦嘛，然后那个常常家境比较难，要喂饱肚子比较难，所以他们就觉得找到什么能够就是养活自己有收入的就是好的，不要去想别的了。对，可是因为新一代就是比较有好的一个整个大环境比较好嘛，所以就觉得说，我有时候，可是我每天都有很痛苦，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对吧？很多人还会去选择就是早结束他的游戏。对，那这个他们就觉得说，其实人不是只是为活着而活着，而是要去活得有意义才行。所以这个就是说，那个父母其实应该去想，不只是你要成功，而是你要快乐的成功，我觉得比较重要，不是每天痛苦的成功。Yeah，that's good。这也让我想到我爸爸常常喜欢用的一个字叫 convergence， 就是 it's the convergence of what you're good at。And what makes money 如果能够 converge 那就太好了。那我觉得像用你的 vocabulary 就是 the OP zone。I have a question. What does OP stand for? OP 是 overpowered。在玩游戏的时候，特别是对打游戏，你如果人家觉得不公平，你用的人物太强，你就说那个太 OP 了，那个很 OP。所以就是强到对，就是强到不公平，所以所以商业周刊就翻译成好像叫超能吧，超能玩家，或超能角色。对，那所以你唱那首歌 Octalysis Prime， 我就是一语双关，所以我也说它是 OP Island，就是超能的岛这样子，对。所以你的 Octalysis Prime 本来就已经有这个 OP， 然后就刚好你也是个 OP， 也是有点这样设计的啊，对啊。OK，so OP 就是超能的角色，超能的 OP player 是 OP player 是一个超能的角色。So the goal is to be in the OP zone， 就是你的如果讲到事业的话 ，career circles，there's a game and then the attributes and the skills， 然后如果你能够找到中间的那个，就是它所有的 overlap， 那就是你的目标，那就是你的 OP zone。然后你就有一句话也 said，I want to accomplish great results
toward things that are meaningful， 就是说你要怎么 accomplish great results， 就是 combination of 你的 attributes， 你天生有的一些恩赐，还有你的 skills， 就是你后来再加的一些技能，然后是 toward something meaningful， 那这就是你的 game， 你人生的意义。所以我觉得你这句话就很好，我也蛮喜欢你说，因为有些人就当然很难找到 OP zone 嘛。那你说有一个 plausible strategy is to begin in the adventure zone， 就是当你知道你的 game， 你的 life game， 你觉得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你的恩赐，你天然有的恩赐 attributes， 这中间的位置就是你的 adventure。但可能你刚开始你就是有一点烂，你不太会，但是你一直做，因为你从 adventure 开始，那你就可以渐渐有一些经历跟 skill move towards the OP zone， 这也是你自己的经历嘛？我自己是运气比较，当然我是运气比较好，因为我很小，我16岁就比较开始知道我要做什么嘛。那所以那时候从叫 adventure 就是我知道我的人生游戏是什么，我知道我的天赋是什么，然后就只要一直去做就会有技能嘛。所以大部分就要从 adventure 到 OP zone。那有些人比较困难是说他已经30、40甚至50，或60岁，然后呢他就已经在另外一个区已经很扎根。他说：“你要再回去做一个新的东西，你虽然有天分，你有兴趣，可是你并没有任何的技能，你还不会那个领域知识。”他会觉得蛮可怕的，对不对？所以才叫冒险区，对不对？所以蛮可怕的。对，那我的书里面就有叙述一些人，他们就真的就是完全就是把之前的都丢掉，然后到这个领域，然后他们就其实我之前的领域学的东西，其实很多都可以采用去到这个地方来，而且因为这个领域呢的人，其实他们没有我以前学的这些东西，所以我反而把另外一个领域的一些特色带到这边来，我反而是有很多突出的地方。再来，我其实也蛮想要提到，我觉得你的书里面 I found a lot of like very biblical principles 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蛮 impressed。像其实我觉得很特别 on I have the page number page 288， 但你在那里面有讲到，是 in your networking， 你的 networking chapter， 然后你里面就讲到一些 attributes 或者一些 characteristics 可以帮助你成为更好的一个 networker， 然后其中一个是 confidence。那我就觉得你自信心，我觉得你的定义还蛮特别的。Your definition of confidence was very interesting to me，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这样子去 define 过 confidence。你说 it's not about thinking of yourself as more superior, but simply being optimistic about yourself， 就只是对自己乐观。很乐观，我觉得这也蛮好。然后你也说 ，It's knowing you are valuable because of who you are, not just what you do. Therefore, your performance should not determine your confidence and self-worth. 我觉得这不是就圣经的话吗？所以我觉得很少人会这样子去形容信心，或自信心。通常自信心是因为你有了经验，或者因为你真的是你的 performance 好嘛，所以 you have the experience and you have the confidence in your performance。但你在这里说，it's not about your performance， 我觉得还蛮特别。你觉得你在写这句话的时候是有想到这些的圣经原则吗？没有故意啦，当然很多事情都会影响。那因为这是一个正常的事业书嘛，所以就是说也不能让大家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只是给基督徒看的。所以有些地方像我就说，你要找到好的工会啊，就有好的这个人脉啊。我就说像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跟很多的基督徒连在一起，或者教会就是里面的一个工会这样子，我会稍微这样解释嘛。那可是有些东西它会自然递进去，可是我觉得有一个你刚才讲这个教养小孩嘛，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是我妈妈，因为我常常小时候一直搬家，我每次搬家我就是那个新的地方最逊的，倒数第2名，倒数第3名，功课都不好，大家不喜欢我。可是我妈妈就一直不知道，她就一直说你很棒，你很聪明，你很厉害。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相信这个了。然后我后来30几岁，我问她说，妈，我想其实我看文当时候，我小时候所有的数据上能衡量的东西，我也没有特别聪明啊，我就其实都很 OK， 甚至比 below average 嘛，比一般低嘛。那你那时候为什么还会说我很聪明？他说你当然聪明啊，你是我儿子我就想这个超没有说服力的。可是至少他把我洗脑成功了，所以我就相信说我突然觉得我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只是那个环境很困难而已。那因为我这对自己有一个信心，所以呢我就会去做可能一般人我聪明的才会去做的事，像开公司啊，去创造新的理念啊，对，所以可是这个就是我们在讲圣经，就是说，因为你是神的儿子、神的女儿，所以呢，你就是有价值，你就是很厉害，你就是很好，对不对？所以，对，那有时候我现在教导我的这个我在当教练的人嘛，然后我就说你不要去在乎人家说什么，因为当你知道你自己是谁的时候，你是那个 immovable object。
就是你是那个完全在世界上不能动摇的东西。那他们怎么去讲你，反而是让你去更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如果在鼓励说，哦，他们却是个真的心地很好的人；他们如果在看扁你说，哦，你这怎么烂啊，就是哦，他是一个可能没有自信心，所以要特别压低别人的那种人，对不对？你反而是可以去了解别人是什么样的人，而不是说让人家讲的话来影响你，认为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哇，I mean， 这好像我礼拜天的分享一样。你要知道你是谁。可是也许我应该是神的儿女。That's great。其实我真的，I was reading your book, I was like, wow。然后再来一个也是，你常常在你的书里面讲到这个概念，就是帮助你周围的人成功。And I feel like 其实这真的是玉凯，我在这里也要讲一个见证，就是谢谢玉凯，我第一张专辑是 Kickstarter， 而且你书里面也有提到 Kickstarter， 它就是一个群体募款的一个频道。然后我第一张专辑就是用这个频道去募款的。然后玉凯是我的第一个 sponsor， 然后他那个时候也教我、鼓励我怎么用这个平台。He was like， 你知道 Kickstarter 有这样子的 statistic， 然后你要怎么样去推啊，怎么样？然后我 was like， 哦哇，然后我就马上去认真去做。然后我那一次的 Kickstarter 第一个礼拜就募成功了。I think really is thank you to you, Yukai, because you gave me the vision. I was like, oh, this is what I have to do. And then also you're my sponsor for that. 所以这首歌 Octalysis Prime 也是 one of your rewards. Octalysis Prime. Octalysis Prime. Octalysis Prime. 你那时候有帮我画一个 painting 是 Faith Hope and Love 嘛，他也还放在我的台中的家，然后客人进去还会觉得很喜欢这样。我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会有这个东西，我就说我就要 support 你嘛，我就说 OK 好点了，然后我就怎么说到这个，然后再看哦好像有那个 reward 有这个东西耶。So 玉凯是 live what you preach really， 所以我读到这样嘛 ，Yeah that's he really does do that， 就是你真的是帮助你周围的人成功。所以我又读到这个，我也觉得这是个很 biblical principle。You said view the act of helping as a reward in itself， 就是你不是帮助人家，因为你期待他们要给你什么，就像你都不会去看你能够得到什么东西，你就我要支持，那你都不知道你会收到这些。但我就觉得这是 very biblical principle， also quite anti-capitalistic， you know， 就是很多人他会觉得说我帮助你啊，因为我们会有什么的利益这样，或者你要怎么的还我。对啊，因为我是运气很好，我也是追我的梦想嘛，是一个很 unorthodox 不传统的梦想，很多年。那个时候我刚好在开始起飞，就是经济状况稍微比较稳一点了，那我就看你也在追求你的梦想，所以我就想要帮助你爸嘛，这样对。因为其实我早期也有一些人，他就是看好我，然后觉得我很有 passion， 我很有潜力，他就有一些就可能做一些认真投资我的公司啊或什么的，对。那这个就是其实我就说你就是所以要把你的游戏当勋章一样挂在身上，大家知道你的人生有什么才能去支持你嘛，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支持你。你如果不好意思，有些人会讲闲话，说你怎么有这么的什么好高骛远，对不对？他们也会这样讲这个，然后可是有些人就说这个很棒，那我想要支持你，想要这样帮你，或认识谁可以来介绍一下，对不对？那有些人觉得你好高，有些人帮你，其实加起来其实有人帮你还是比较好的。Yeah， wow，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棒。Do you think 你这个概念也就是因为就像你说，因为人家也有投资在你的身上，所以就是 like a paying forward 的一个概念， it's like 恩典。是啊，就是人家帮你就帮下一个人，所以就大家整个社会都比较好。Yeah， 那我觉得其实也就像你说的，你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就是你可能觉得我只是对你好一点 ，but I don't think anything is ever wasted。其实因为在这边大家都是，至少大家都 OK， 就是讲圣经上的东西。其实你真的信主的时候呢，其实这个 adventure 的冒险区它也不冒险了，这个创业也不风险不高了，因为不信主的人就觉得说这个风险大，可是其实你信主了，你就知道其实不管怎么样就是神要的结果嘛，对不对？所以它其实是没有真的所谓的风险，你只要真的觉得你在 follow your heart， 你觉得是神在带领你去做，对不对？他可能会让你失败，可是他失败是让你的未来有更好的地方，对不对？圣经上也有很多人失败，可是呢，失败了就说，过了多少年，神就说，你看你上次失败，就是为了你可以今天这个位置可以做这个更伟大的事情，对不对？其实我有一个小时的这个见证，就是说我人生当时我觉得最惨最难过的事情，对后来都是一个blessing in disguise， 就是没有那个时候发生，我就不会有未来更好的那个事情，对，所以其实
有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它就不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就是你就知道你在走神要你走的人生路。只是说你如果没有那个信心，不知道你就觉得很害怕，觉得自己很倒霉。可是如果你知道你把它当这个游戏，对不对？你就觉得哦，神给我玩了一个游戏很好玩，然后最后还会完成神的旨意，然后呢又可以达到神要的目标，那就太好了。That's so good. I'm curious， 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你觉得你心里面你是在写给谁 ？Who did you have in mind？ 我觉得我是在写给高中生的我自己。啊，对对，高中生的你。对，因为我的第一本书是有点专业书嘛，那就是有些人读。可是我在想说，就像我讲的，因为我2003年人生游戏化，那时候高中是我人生最大的转变嘛。那我就想说，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我那个时候就有这些基础去学了这个23年以来的经验，对不对？累积起来，然后那时候就可以学，那就太棒。可是那我同时会希望说，现在也有高中生可以读，然后也跟我有一样的转变，甚至更早国中生更好，然后他的人生就开始游戏化，他就开始这个滚雪球，做的比别人强了。所以那我知道实际上来讲，我还是觉得说，大部分还是可能在职业人士会去读嘛，像有一个 IBM 的合伙人，他60岁，他读了，他说哇，对他的人生的转变很大，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有的。可是我觉得想说，至少你是一个非常有就激励自己的大学生，你看了，你可能还会对人生做一些改变，这是我的希望。That's good。有没有一些 reach out 说可以把它带到一些高中或国中的 curriculum 里面？有可能吧。上周说他们那时候也翻译出版那个 Strength Finder 2.0，然后他们就真的就是把它带到很多的大学，然后很多大学的。我不知道是什么那个 career advisor 嘛，不知道，就会去让全校的人去填这个东西啊，所以他们说也有机会去让这个很多学校的学生都会去学这个东西。那我也觉得这本书可能是会变成一个最好送自己小孩或是有小孩的亲朋好友的礼物这样子，因为他对大部分是说哦，你给我一个要认真过人生要更努力的书，人家就不想看。可是是送个这个把游戏玩得更好的书，可能很多人就会想去看。确实是我第一本是有个读者嘛，他会读很多书啊，他会读什么建立 habits 嘛，这个有好的习惯啊，建立目标的书。可他想要教他10岁的儿子，他儿子都完全没兴趣嘛，他儿子想看打架的卡通或什么的嘛，结果他读了我这个1万个小时的游戏，然后跟他的儿子他儿子就超兴奋的就跟他说，哦，对啊，而且是这样，就是这样，然后他就可以跟他儿子去研究说他的人生游戏是什么，要怎么去玩，要学哪些技能，要认识哪些人，可以扩张他的这个盟友圈。对，所以他就说这只有这个东西是这个他的小孩 resonate 的，所以我就希望有更多人就是说，把这个当一个礼物送给人家小孩这样子。哇，amazing 见证。其实我觉得也真的是很适合家长可以读 ，right？ 就是让家长也知道怎么帮助他们的孩子，或者帮助他们自己。就是人生其实是要玩的，然后要找到人生的意义。我目前的粉丝大部分都是30到50岁就读了第一本书的，所以他们看了都觉得哇，这个有些人说真的还比第一本书可能能造成的改变更大。对，可是第二本书我就是尽量再往下，这样算上游下游，反正往更年轻的那边推，这样的说更年轻的也可以受益。最后我想说就 highlight 你自己的人生的 game. In the book you mentioned 你现在你对你自己的 role 或者名称 is the spiritual architect. 我觉得这个很特别。Can you explain to us 为什么你选了这样子的一个 title， 然后对你的是什么意义？对，因为我觉得我目前做到的事情是我创了很多的这个框架理念，去想怎么去设计东西或运作东西。像我不知道这边知不知道，就是我还有被邀请去帮那个乌克兰的总统去做顾问，怎么去重建乌克兰啊。然后我也跟 Mr. Beast 在做事啊。然后有很多不同的框架，有些是什么投资的，有些是治国的，有些是反正各式各样都有嘛。所以那这个就是神给我一个天赋，就是就像我说，我很会去把抽象的东西变成2D 的模型，然后变成工具去操作，去想办法。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想说，我现在真正的做的最好的这个 role 这角色呢，是我本来是想说这个 human systems architect 是人类系统的这个建筑师，对不对？那可是我就一直觉得它其实是有一个空洞在里面的，就是说其实我的信仰，就是我信神，其实是应该是人最重要的，你知道我们要把神放第一是什么的。然后那
其实我真的觉得，我每次在工作前，如果我真的在认真祷告，我认真问神求，然后就跟他联系的话，我做的东西真的好很多，就真的是 creative 的很好多。可是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自己就想要自己去玩，就是你知道，小孩子有时候就是说，他明明是爸爸可以帮他很多，可是呢，他就自己说 no， 我要自己 try看，我要自己 try看。我就有这种坏习惯，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会自己想要做，可是我真的需要做的是说要做一个属灵的建筑师，就是说我应该是先跟神联系起来，然后 channel 我用的英文是 channel 他的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怎么翻，他的这个神的能量，然后透过我所创造出更好的东西，所以这个是我会想要真正达到的这个境界。那我还没有达到，所以我的人生游戏是继续往那边推这样子。那就是 OP level 了，是应该是从 OP player 变成那个 OP hero 这样子。Thank you, 玉凯。我觉得我读这本书，我觉得你真的写给 multiple generations 年轻人跟老年人都可以看这本书。I think it's really good。然后就有 highlight 很多怎么找到人生的意义 ，which is also 我们爸爸很有热情的一个话题。我觉得也就是每一个人应该在寻找的。So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interview you。谢谢你，神祝福你。